Tabasco 就是这个辣椒仔的这个辣，就跟这个汤的这个热度，这个浓郁的这个上来，真的感觉太开胃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回女的美食空间。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今天分享一道什么呢？夏日里啊非常绝美的汤羹——港式海鲜酸辣汤。那先介绍一下食材啊，港式海鲜酸辣汤啊，一定要有海鲜。我们选的是这个大的虾仁儿，然后鱿鱼呢，我们就取的这个鱿鱼须，我们选这个2种，还可以放很多种啊，比如说鲜贝啊什么的，全都可以。我们今天就这2种就够了。除了这个之外，然后我们红椒来一点，香葱、香菜，然后西红柿，这是冬笋，然后这个是豆腐。豆腐我们选的是嫩豆腐啊，盒豆腐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要那种特别老的那种用卤水点的，因为卤水豆腐和这个汤羹的风味，我个人觉得有点不搭。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分享过糖醋汁的做法，这个就是我们要加的糖醋汁。最关键的是就是这个 Tabasco， 这个是美国辣椒仔，食材就是这样。为什么叫港式海鲜酸辣汤呢？其实这道菜也暴露了年龄啊，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只要是在北京的高档一点的粤菜酒楼的海鲜酸辣汤，基本上就是全都是这种做法。当然了，现在已经酒楼没有的做了。想要喝呢，就是回原剧美食空间帮你们复刻一下，然后你们要想喝，回家自己做一下啊。其实酸辣汤呢，我觉得这个做法真的是很新颖，我倒特别希望现在的粤菜的酒楼能把这个酸辣汤给还原回来。当然了，那个鲁菜的那个酸辣汤也非常好啊，也非常美妙，在我眼里不分上下。那我们今天就真的做这个吧。那我们现在先加工食材啊，既然我们有了西红柿了，所以我们要先做一下水，把西红柿烫皮啊，划一个十字刀啊，也不叫花刀啊。等水开了，我们把它在里面烫皮。这个水作用非常大啊。一会儿我们要把这个虾仁、鱿鱼切粒啊，现在我们就切吧。其实，在酒楼里做这个酸辣汤用这个虾仁都是一些小的虾，那我们就是拿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虾，有点奢侈哈，不要紧，我们就奢侈一把，然后把这个虾给改成小粒。虾线我们已经提前去过了啊，我们这儿就为了节约时间不展示给大家了。OK， 这个一份真的很多啊。然后这个鱿鱼须呢，鱿鱼须我们也是提前把这个所谓的它那个眼睛啊、牙呀都给它去掉了。那我们把它给这样分割一下，也是把它切成和刚才改的这个虾的大小差不多的就行了啊。我们就切吧，也是给它切成颗粒状。好，基本上就是这样。冬笋我们切冬笋丝，这个和鲁菜的这个酸辣汤也差不多啊。鲁菜酸辣汤有冬笋丝，然后还有木耳，我们这个不用放木耳啊。看这个冬笋切下来是中间有一个这个环节，我们把它给去掉。来，我们先就是这样片成薄片。好，稍等，摄影师看我们的水开了，水开了呢，我们把这个西红柿放到里面转一下啊。好，我们为了踏踏实实的切这个冬笋丝，我们先把火关了啊。我们现在回来切冬笋丝，就是这样片片啊。刚才我们为什么把这个去了？如果要是带着这个直接片的话，你看切丝它自然就断了，是吧？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是如法炮制。在酒楼一般做1份酸辣汤，刚才我们切的那点冬笋丝就够了啊。关键是摄影师饭量比较大，他比较贪，没准还要打包，所以我们多切一点。摄影师，我去，不说话了。好，基本上这点肯定就够了啊。然后我们切丝，这个丝呢不用特别细啊，稍微的粗一点点。摄影师，你现在确定是在拍是吧？对呀。行，我还以为你这不高兴了。跟着胡老师还能饿着吗？打包就是打包啊，不要紧。打包其实我也知道你是为了回去复刻，就是一直也没交作业。好，那我们冬笋丝就是这样。那现在这一步我们要切豆腐了。冬笋丝我们切完了，那很明显我们这个豆腐也要切丝啊，这个丝也不用特别细，基本上就是这么厚的片就可以了。只是这个豆腐确实有点多。那好说。行，明白了，打包。我再切一片啊。
基本上这点豆腐就够了啊。其实长一点、短一点没有所谓，原则上其实我们这个都有点长了。来，好，就是这样。来，小心的放在马兜里。好，那现在我们这个西红柿该让它出来了啊。西红柿出来，那我们继续把这个火给打开啊，这个水让它再开一下。你看，是不是？其实一份酸辣汤用一个西红柿也有点多啊。有朋友给我建议说，现在最什么环保的方法，就是把这个西红柿整个的放这个火上煤气灶上烤，然后把这个皮给它烫熟，一包就包下来了。怎么说？我就坚持用水烫，我绝对不会用煤气烧它。至于为什么，我也不想多说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烹饪方法啊。哎，别中煤气就行。好，那现在我们这个西红柿去完皮的啊，把它来切片。其实我们这也是给它切丝啊，但是很明显它不会是规规整整的丝，因为它的中间有瓤儿。不要紧，我们就是尽量差不多就可以了。这个西红柿没有这么多规规整整的规矩啊。原则上其实这半个西红柿就够了。哎呀，摄影师，我也真的不给你留了，我们把它给切完吧。切就完事儿了。行吧，因为这不好打包，你待会儿给你一整个西红柿，行不？可以。我去，你还倒真不挑啊！来，剁也可以啊。好，西红柿搞定。下面我们这个水开了啊，水开了之后，我们这个冬笋丝先放下去焯一下水。冬笋丝原则上可以焯水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啊，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好，1分钟了啊，我们先把鱿鱼碎也放进去啊。大家问了为什么这么焯水？第一是我们为了省火，第二是为了省水。最后我们会把这个食材也是都混在一起的啊。基本上这个虾仁鱿鱼焯到8成熟啊，就 OK 了。你看我们这个食材的质量很高，甚至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吗？为什么呀？你看我们这个焯完水基本上没有沫，看见了吗？嗯，这就是食材的新鲜度都是可以的。你看这汤多清啊，是不是？其实我们这么捞，真的是一个笨的方法。哎，家里条件有限呀，就先这么捞吧，行不？但是一定要都给捞出来啊，别浪费啊！尤其是海鲜，你看这儿掉一个，来，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了。现在我们这有一点红椒啊，这个红椒我们提一下这个汤的亮色的部分。这个我们也是给它切红椒丝啊，这个红椒丝可以切薄一点，你看这个肉还是挺厚的，那我们片一下，相对来说给它片一下。这个切相对来说细一点的丝啊，哎，摄影师，你能感觉到我这个红椒丝的细吗？很细。你看，因为它本身就比较厚啊，其实这点就够了。我们还有葱花、香菜，那我们就是先切点葱花啊，这个可以稍微的切的细腻一点啊。好，基本上这一点我觉得够了。摄影师，你要是觉得不够，待会儿再给你切啊。好。然后再来一点香菜，这个一样，这个也是给它切的稍微的细一点。然后这个葱花、香菜是可以放在一起的，这个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来，好，就是这样，全部食材我们加工完毕。那现在我们开始烹制啊，先把炒锅烧热。还是老规矩啊，做汤羹的时候提前要准备开水啊。你拿一个碗，比如说我们待会儿就拿这个碗装，那你就把开水倒进这个碗里，水满了，然后就直接用这个器皿刻度来量这个水的量，待会儿盛出来是刚刚好。好，现在我们现在锅烧热啊，油还没热，倒入一点油，来润一下锅。我们先把西红柿拿过来，油现在也热了啊，大概6成热左右。来，我们先把西红柿倒入煸香，不用煸的让它特别成泥。这个时候我们就倒入我们适量的水，
一般在餐厅里就是倒入2汤了啊，我们没有2汤，在家里就倒入水就可以了。因为今天我们的料比较足啊，所以我们的水是多一点。摄影师也想多喝一点。好，那我们现在也不用等这个水开，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才焯好水的冬笋丝和海鲜粒一起放入。哇，你看我们这料太足了，因为我们待会儿要拿这个器皿来装这个汤，所以我去刷一下碗。开了啊，水开了之后，我们这个关键的酸辣汤的甜度和这个酸。主要就来自于糖醋汁儿。看我们这个糖醋汁儿，我们把它放进去，感觉有点多哈，是不是？多就多喝点吧。来，我们把这个糖醋汁儿倒进来，我们的港式酸辣汤就是这个颜色啊。好，现在我们只是放了糖醋汁儿，我们现在开始调味。调味之前，我们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汤的味道。酸酸甜甜。盐度不够，所以我们要加盐，冲一下勺，加一点点盐啊。盐大概以我的经验啊，就是我们这些料这点汤大概1/3勺吧。有酸了，没有辣。我们的辣度就是来自于这个辣椒仔啊，并不是胡椒粉。这个汤我们不下胡椒粉。这个，哎，这怎么倒不出来啊？倒出来了，好。如果大家要是第一次做，我建议大家尝一下这个辣椒仔的这个辣度啊，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否接受。这个辣椒仔其实它也是有点酸辣感的，它的回口其实是挺辣的，但是和胡椒粉的辣不是一种辣啊。勾芡的时候我们开一下小火，火不要大，来分2次，来第一次旋转着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第2次勾芡。这个酸辣汤，包括鲁菜的酸辣汤，其实也都介乎于汤和羹之间的那种粘稠度。现在我们勾完芡之后，我们来把豆腐放入啊，轻轻的搅动。现在我们再尝一下味道啊，关小火来。非常美妙，但是摄影师你猜怎么着？缺点啥？这一次真的是盐放少了，再放1/5勺的盐啊，然后再来一点点味精。好，这回就没有毛病了。刚才我们说了勾2次芡，我觉得还差一点点。来，我们再勾一点芡啊。好，现在就可以了。小火勾完芡，然后我们开一下大火，这种状态就可以啊。这是我们酸辣汤的这种状态，介乎于汤跟羹之间的这种浓稠度。现在我们把红椒丝倒入。OK， 现在我们可以出锅了。哇，还是多了啊！这点给摄影师打包回家吧。好，看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酸辣汤的这种状态。OK， 那么我们现在要干嘛呢？葱花、香菜，来顺着中间来点一下，可以了啊。然后辣，我们再来一点Tabasco。OK， 这个完美的港式海鲜酸辣汤。成功，好来，今天这个可能你只有在回旋郡美食空间才能喝到的这种港式酸辣汤就成功了，你学会了吗？哎呀，学没学会，我已经迫不及待的，真的想喝一点了啊！我真的尝一尝，嚯，Tabasco就是这个辣椒仔的这个辣，就跟这个汤的这个热度，这个浓郁的这个上来，真的感觉太开胃了。我还没喝，我这个口水已经流出来了啊。绝妙，你学会了吗？学会了，别忘了给你爱的人做起来吧。喜欢我们，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关注，1键3连，这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明天见，拜拜。